大家好，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百米清水。亲爱的观众，收听今天的分享。高情商的女人不会帮娘家以下几个忙。结婚对女人而言就像是一条大河转弯，虽然生活依然奔涌向前，但与之前的方向完全不同。婚后，女人要适应婆家人的生活，也要对自己的家庭有所规划。从娘家走出来，就要懂得用正确的方式与娘家人相处。结婚后意味着建立了新的家庭，从娘家走出来会产生边界感。与娘家相处需要保持原则，注意分寸感。周国平说，分寸感是成熟的爱的标志，他懂得在人际交往中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。如果与娘家人没有边界感的相处，不但会过度消耗自己，也可能会导致婆家与娘家之间产生矛盾，不利于婚姻的经营。高情商的女人会与两家人保持界限感，不会帮娘家以下几个忙。娘家的决定不要过多地干涉和插手。情商高的女人懂得凡事都给自己，给他人留余地。结婚后不会在娘家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不会对娘家人的事过多地干涉和插手。虽然娘家是从小长大的地方，但是结婚了，很多决定都不要再随意参与，遵从支持父母的心意就好。聪明的女人在面对娘家父母和兄弟决定的事情，会适当的给出建议，或是提醒他们一件事的风险。在娘家，或许女人曾是掌舵的人，但是出了娘家的门，就要学会放手。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谁都不例外。姐姐不能代替父母，更不能替弟弟负重前行。不要对弟弟有求必应，让弟弟摆脱依赖，他才能更快地成长。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才能真正扛起一个家庭的重担。对娘家也要保持救急不救穷的原则。女人结婚后对娘家要保持救急不救穷的原则，别因为钱而拖垮了自己的家庭。夫妻是一个整体，不管做什么决定，都要经过丈夫的同意。两个人有商有量，才是维持婚姻幸福的基础。女人若总是瞒着丈夫，拿出越来越多的钱去贴补娘家，看似是报答父母孝顺的做法，其实是给自己的婚姻造成严重的危机。若父母兄弟不知足，对女人索取更多的钱，会增加婆家与娘家人的矛盾。美国婚姻专栏作家亨利·克劳德说，越界者永远不会觉得自己越界，因为刺痛的都是别人。若父母兄弟对生活有更多的欲望和需求，想过更好的生活，那么应该靠自己的双手去获得。结婚后对娘家不要一味的补贴，不让自己的家庭被压垮。可以在父母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伸出援手，但不要让娘家人养成依赖性，离开了你就不知道怎么靠自己生活。结婚后，女人不但需要维护小家，也需要经营与娘家的关系。毕淑敏说，亲近的保持距离才是最恰当的交际方式。女人不过多干涉娘家人的决定和选择，但是也不能疏远了亲情。可以频繁地回家看看，给父母带点吃穿用品。如果弟弟和妹妹还小，要多鼓励他们努力学习，或者靠自己的能力努力去工作，在磨练中成长，不依赖任何人，活出自我。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庭，与娘家保持界限和分寸感，用彼此都能舒服的方式相处，女人的生活也会更加幸福。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谁都不例外。姐姐不能代替父母，更不能替弟弟负重前行。不要对弟弟有求必应，让弟弟摆脱依赖，他才能更快的成长。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才能真正扛起一个家庭的重担。对娘家也要保持救急不救穷的原则。女人
结婚后对娘家要保持救急不救穷的原则，别因为钱而拖垮了自己的家庭。夫妻是一个整体，不管做什么决定都要经过丈夫的同意，两个人有商有量才是维持婚姻幸福的基础。女人若总是瞒着丈夫，拿出越来越多的钱去贴补娘家，看似是报答父母孝顺的做法，其实是给自己的婚姻造成严重的危机。若父母兄弟不知足，对女人索取更多的钱，会增加婆家与娘家人的矛盾。美国婚姻专栏作家亨利·克劳德说，越界者永远不会觉得自己越界，因为刺痛的都是别人。若父母兄弟对生活有更多的欲望和需求，想过更好的生活，那么应该靠自己的双手去获得。结婚后对娘家不要一味的补贴，不让自己的家庭被压垮。可以在父母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伸出援手，但不要让娘家人养成依赖性，离开了你就不知道怎么靠自己生活。结婚后，女人不但需要维护小家，也需要经营与娘家的关系。毕淑敏说，亲近的保持距离才是最恰当的交际方式。女人不过多干涉娘家人的决定和选择，但是也不能疏远了亲情，可以频繁的回家看看，给父母带点吃穿用品。如果弟弟和妹妹还小，要多鼓励他们努力学习，或者靠自己的能力努力去工作，在磨练中成长，不依赖任何人，活出自我。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庭，与娘家保持界限和分寸感，用彼此都能舒服的方式相处，女人的生活也会更加幸福。